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当人们步入一定年龄阶段时，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内敛。然而在这里，请聆听这句神奇的话语：毕竟我们最终都会面对死亡，所以在变老并且剩余有限生命的情况下，我希望您能尽量不要忍耐，充分利用人生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正是本书的愿景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毕竟我们终将死去，充分利用人生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》。内容包括：一、只有做好迎接死亡准备的人，才能达到无悔人生的生活方式；二、直到最后一刻全力以赴，没有遗憾的极上人生的生活方式。首先，让我们解释第一章：只有做好迎接死亡准备的人，才能达到无悔人生的生活方式。现在我要说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面对死亡。尽管如此，却有很多人还在忍耐，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继续过着不喜欢的生活。也有很多人平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终将面对死亡。然而，通过意识到死亡，我们才能开始珍惜现在的生活，真正理解自己未来想要过怎样的生活，以及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。许多人也因为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，比如退休后养老资金不足、世界局势不稳定、未来是否有工作等各种未来不确定性都在困扰着我们的头脑。作者作为一名专注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精神科医生，通过35年的临床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人类都将面对死亡。因此，更重要的是享受当下，让生活充实起来，而不是过于担心未来。我们常常将快乐和喜悦拖延得太久。作者建议我们要让现在更加充实，更加快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所有欲望会自然的减弱，生活和生存方式也更趋于内敛，活力会逐渐消失，心理状态可能也会变得低落。然而，对于这样的人们，应该学会使用一种魔法的语言，毕竟我们终将死去。通过这样的语言，肯定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：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现在不去做我喜欢的事情，岂不是亏大了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剩余的生命越来越少，因此我们应该尽量不要忍耐，而是要享受生活。这正是本书的愿景所在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因此，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时光，我们应该快乐的生活。尽管我们知道，毕竟我们终将死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任自己，不积极的生活。因为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剩余的生命。通过正视死亡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。意识到时间有限，我们更容易确定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考虑的，而不是被琐事所困扰。如果我们总是在忙碌和沉迷中度过每一天，就很难知道对自己来说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需要优先考虑的。通过正视死亡，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并不那么重要，也就不会抱怨或过度纠结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何时会死去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死亡的可能性也会逐渐增加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明白时间的宝贵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。当我们年纪渐长时，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生命终将走向尽头，必须做好面对死亡的觉悟。虽然感受到死亡临近可能带来痛苦，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死亡何时降临，所以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，充分享受目前的幸福。比如，当朋友邀请一起享用美食时，我们会想，如果今天不去的话，也许一生都无法再品尝到那顿美食，所以今天必须去。如果老年时还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，然后储蓄比想象中多，可能会考虑和伴侣一起环游世界。既然生命终将结束，那么我们应该放开心怀，勇敢去追求想要的事物。相反的，害怕死亡会减少生活的充实和幸福感。作者认为，
特别是为了真正享受老年生活，接受死亡是至关重要的。当然，即使这样说了，仍然会有人害怕死亡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害怕死亡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死亡时的痛苦，但实际上，接近死亡时意识逐渐降低，就像进入睡眠一样，然后平静地离开。因为没有意识，所以并不会感到痛苦。有些人对患癌死亡的痛苦可能会感到担忧，但现在有很多缓解痛苦的方法，比如神经组织注射或使用医用吗啡。听到有这些方法之后，死亡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可怕。通过意识到死亡而珍惜当下的生活，才能真正活出生命的意义。然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真正意识到死亡可能是困难的，因此提前确定想要度过生命终点的地方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最终离开人世的地方大致可分为医院、疗养院和家中，每个地方都有其优缺点。举例来说，在医院里，因为有医生和护士常驻，所以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得到及时帮助，这给人一种安心感。然而，也存在接受无谓治疗延长生命的可能性的缺点。同时，如果没有与家人和医生进行充分沟通，实现自己期望的死亡方式会变得相当困难。另外，像疗养院这样注重生活质量的环境，并不总是理想的，因为会有探视人数和时间的限制，可能在生命最后阶段无法与家人充分相聚。相反的，在疗养院里，可以在比较熟悉的环境中得到照顾，有熟悉的员工给予关怀，这也给人一种安心感。但是，大多数疗养院的医护人员数量有限，因此在夜间或紧急情况下接受及时医疗可能会有困难，这是其缺点之一。至于在家中，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由生活，而且在最后时刻有家人陪伴，这是其最大的优点。随着家庭访问护理的增加，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选择在家中度过晚年。现在问问大家，你们想在哪里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呢？据调查显示，很多人希望能在家中结束生命，这可能是因为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由自在的原因。但是作者推荐在疗养院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，除非你是出于情感动机，非常喜欢照顾患有认知障碍或卧床不起的父母或配偶，并且这是你的生活意义所在。否则，作者认为仅凭这些情感动机是无法长久支撑的。在病情较轻时，或许能够应付，但当病情加重时，仅凭爱是无法有效应对的。有更多的人参与照顾，双方的负担都会减轻，能够获得更高的满意度。然而，如果兄弟姐妹较少，那么照顾所带来的身体、心理和经济负担会集中在一两个子女身上，这是非常沉重的。有些情况下，只有一个子女照顾父母，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。但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，照顾并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轻松事情。介护工作经常会导致护理人员离职、抑郁甚至虐待，极端情况还有可能发生悲剧性事件。这足以说明介护工作的困难，家庭成员可能会不惜一切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但关键是要考虑是坚持在家中提供介护服务，还是让专业人员负责，以确保自己和被照顾者都能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，并定期与家人见面并保持微笑。在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思考自己的追求和对死亡的看法，以及关于介护和临终关怀的事情。在家人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是必要的。接下来是第二点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全力以赴，没有遗憾地及上人生的生活方式。作者提到，自己已经见过6000多名高龄者，这其中包括很多社会地位高并富有的人，比如前总理、前大企业总裁、知名大学教授等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，当他们住院时，几乎没有人前来探望，即使是朋友、后辈，甚至家人也很少前来。他们虽然住在单人间病房里，但空间并不宽敞，而且病房本身也很单调。他们就这样孤独地躺在那里。年轻时追逐权势、压制下属的人，在年老时常常陷入孤独的境地。
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上司们早已离世，而他们并没有赢得下属们的尊敬和爱戴，因此没有人来探望。即使如此，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年长者，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辉煌，执着于他们在职业生涯时期的地位，而在周围人面前摆出高傲的姿态。相反的，有些病房里经常有人前来探望，笑声不断，他们的家人、公司同事和下属，还有老友都会来看望他们。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职位和财富，但对待他人平等友好，即使年老也备受他人喜爱。现在，请大家思考一下，你们希望最终成为哪种人？你们期待怎样的老年生活呢？无需多言，对吧？在生命的尽头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将反映在你自己身上。你过去的生活方式、对身边人的珍视、对他人的付出，这些都会一目了然。年老后是否感到悲惨，不仅取决于临终时刻，也取决于你过去的生活方式。无论你在职业生涯中多么成功，受到多少人的推崇，如果性格恶劣、傲慢自大、欺负他人，那么年老后会突然发现失去了朋友，没有人来探望。当你离开公司，失去社会地位后，周围的人也会远离你。曾经在社会地位或权力关系中亲近的人会渐行渐远。在失去社会地位或权力的过程中，你或许会后悔当初的做法，为何会如今孤独一人？这种后悔是绝对不愿面对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只追求地位和头衔，年老后很容易变得悲惨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在追求地位和头衔的同时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。要想获得地位和头衔，就必须挤压周围的人，并且比他们更早的晋升，工作也十分繁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既要在工作上表现出色，又要给予家人充分的关爱，花大量时间与家人共度，还要注重人际关系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缺乏时间和空闲，往往没有意识到时间的珍贵和有限。由于不经常思考到自己终将离世，我们对剩余的时间并没有充分认知，因此常常做出极端的行为。当我们过于追求地位、头衔或金钱时，就会忽略其他重要事物，导致最关键的人际关系疏远。等到老年时才觉察到这一点，会感到孤独和寂寞。曾经全心投入工作，未曾真正关心过家人，突然间想要对他们更加温和，这种想法是傲慢的。家人深刻地感受到，过去你从未真正重视过他们，这些情感在他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。即使在你工作时，伴侣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，不再依赖你。作者见过许多这样孤独的老年人，他们最终明白了，过度追求地位和头衔是最不明智的。除了追求地位和头衔，许多人还过度追求金钱。为了赚钱，我们牺牲了自己太多的时间。忙碌工作的人并不少见，为了进一步赚钱，许多人不惜牺牲重要的人际关系，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。若是过度追求金钱而牺牲了重要事物，就如同过度追求地位和头衔一样，老年时期将会感到孤独与空虚。有些人拼命努力工作，希望死后给孩子或配偶留下一笔钱，但作者指出，留下遗产并非会带来幸福。比如，遗产继承问题常常引发兄弟姐妹之间的争端，孩子们应提前商议。尽管有些乐观的父母认为孩子不会争财产，但在临终前处理财务问题的家庭也并不少见。姐姐说，我一直在照顾家人，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遗产。但弟弟却说，姐姐在买房子时得到了父亲的首付款，我有权利得到更多的遗产。哥哥过去几乎没有进行过照顾工作，因此得到更多的遗产对他来说是过分的。这种争执常常在兄弟姐妹之间激起愤怒，因为有遗留的财产，所以很容易在亲戚之间引发争议。实际上，作者见过很多这样的亲戚之间的争执，因此作者认为，
与其留下财产，还不如给孩子们良好的教育，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社会人才。作者说，他自己虽然能够留下很多财产，但他完全没有这个打算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对金钱的看法也需要彻底改变。有的人特别喜欢存钱，因此他们常常牺牲当前的快乐和回忆来存钱。但是我经常听到即将离世的人说，他们希望在生命结束前留下更多愉快的回忆。当他们的身体不再能自由行动时，他们会后悔当初太过吝啬。即使有钱想去环游世界，但年老时行动不便或需要照顾时，就会后悔不已。所以要趁着还能行动时去实现梦想，否则就无法创造美好的回忆。在人生中，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和重要的人共同创造回忆。那些我们辛勤赚来，或者和配偶一起慢慢积累的钱，应该用来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而花费，这才是金钱的正确用途。豪华客船环游世界，享受温泉旅行，或者品尝美食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，都是可以的。重要的是用钱来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逐渐失去活力，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度过时光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除了那些美好的回忆，我们已经无法依靠其他事物来支撑内心。当我们只能躺在床上时，金钱就变得无关紧要了。到了那时，我们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多花一些钱去创造重要的回忆，为什么没有做更多想做的事情。根据作者多年来与高龄者接触的经验，他认为那些留下许多美好回忆的人才是幸福离世的。从古至今，很多人都认为将挣来的钱存起来比花在享受生活上更正确。自从近代日本出现了关于老年时需要存储2000万日元的问题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拼命存钱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并不需要过分吝啬存钱。简言之，作者认为不需要存下2000万日元也是可以的。这个2000万日元问题是基于2017年无工作高龄夫妇家庭的平均收入减去平均支出，每月会有5.5万日元的赤字，因此30年后总计约2000万日元不足。然而，这只是根据2017年的平均值计算的数字，并不适用于所有人。考虑到30年的时间跨度，这个问题也不适用于所有人，因为这个年限有点长。实际上，作者在长时间接触高龄者的过程中发现，当人们变得非常虚弱、卧床不起或认知能力严重下降时，意外的是，他们开始花钱的地方少了。进入一定年龄后，房贷会逐渐还清，孩子的教育费用也不再是负担，经济上就会有相当的宽裕。随着孩子们独立生活，作为父母的经济负担也会大大减轻。另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，个人的价值观也变得更加明确，自己需要什么也变得更加清晰，因此不需要的物品也就更加明显，购物频率和浪费的频率远低于年轻时期。此外，对名牌、豪华手表或高级公寓等物质欲望的需求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，购物频率自然也会减少。尽管年轻时可能渴望这些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大多数人会觉得并不是那么必要。个人的价值观也会不断变化，更加重视经历、回忆和人际关系等无形的价值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可避免的健康状况会下降。如果身体不适或生病导致外出减少，用于餐厅、购物、旅行等方面的开销自然也会减少。如果认知能力下降或卧床不起，去旅行或在高级餐厅用餐的机会也会减少。这时候可以利用长期护理保险。住进特别养老院的费用通常在社会保险范围内，因此不需要过多存储老年基金等。许多人到了老年时依然过着拮据的生活，因为担心未来经济上的不安全感，所以不愿意花钱。但实际上，只要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，即使生病住院也不会造成巨大支出，因为可以利用国家的保险制度。到了那时才会意识到当初努力节省存钱并不是必要的，应该创造更多的回忆。
这是许多老年人的共同感受。老年储蓄原本是为了在老年时期使用的，但很多人过度担心自己活到什么时候，一直保守储蓄直到生命终结。作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，他希望改变人们对金钱的看法，将重心从拥有金钱转移到使用金钱上。在身心健康的时候，应该及早使用储蓄，否则会加速身体和心智的老化。前往未知的地方旅行，尝试新鲜美食等，可以激活前额叶，让大脑保持年轻。前额叶会因新鲜刺激而活跃，因此即使年龄增长，挑战新事物仍然很重要。花钱在健康和延缓衰老上，穿时尚衣服并到各地旅行，不仅可以提升健康感，还能增加幸福感。与伴侣、孙辈或子女共度美好时光，会更受家人的珍视。压抑自己不去做想做的事情，这样的长寿也没有意义。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人生体验，而不仅仅是活得长久。因此，作者主张不要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无论是卡拉 OK、摄影还是社交舞蹈，只要是喜欢的事情，就应该去尽情做。如果有经济和体力的余，也可以买心仪的保时捷车开上几圈。如果这些都不合适，也可以去图书馆阅读世界经典名著。虽然许多老年人普遍认为节制是美德，导致他们在年轻时过度限制欲望和娱乐活动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应该摆脱社会常规和束缚，享受生活，放开自己，过上想要的生活，并接受自己的状态，尽情享受人生。这才是健康长寿的秘诀。直到最后时刻，都要全力以赴的生活，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为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能过得幸福，我们必须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参照点。首先要明确的是，我们是主观生活的。有些人总是盯着别人拥有的豪宅、豪华游轮等，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，渴望过得更好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些人喜欢在公园锻炼、欣赏鸽子或猫咪，或者享受园艺等低成本的爱好，每天都过得充实、快乐和幸福。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，无论一个人的条件有多好，如果自己觉得不幸福，就不会快乐。反之，即使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贫困不堪，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快乐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换句话说，幸福是主观感受的。想要变得幸福的人，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参照点。参照点是我们在评价得失时所依据的标准。我们并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，参照点会随着环境和情况的变化而改变。可以明确地说，参照点较低的人更容易感到满足和幸福。幸福与否取决于个人主观意识，也就是参照点的设定位置。比如，以年收入1000万日元为参照点的人，即使年收入增加到800万日元，仍然会感到不满足和不幸福。但以年收入300万日元为参照点的人，年收入增加到400万日元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，觉得自己很努力、很了不起。逐步增加收入似乎是增加幸福感和满足感的一种途径，因为年收入800万日元的人比年收入400万日元的人多赚了2倍。但实际上，两者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有很大的差别，关键在于设定的参照点。生活中总会有比你更成功的人存在，因此设定的标准越高，就越难感到满足和幸福，可能会陷入痛苦和不快乐中。因此，实际上设定适当的标准更为重要。要意识到过高的标准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负面影响。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饮食方面。如果一个人每天只吃价值5万日元的高级寿司，那么这种高标准就会成为他的参照点。这样的人在普通餐厅或者吃100日元回转寿司时，可能无法感到满足，甚至感到不快乐。相反，如果参照点设定的低一些，那么即使是100日元的回转寿司或者普通牛肉饭，也会感觉美味可口。总而言之，过分追求高标准反而会影响享受生活的品质。因此，要想变得幸福，
就需要合理设定参照点，同时也要放下过高的期望，这对于实现真正的幸福至关重要。同时，年轻时的参照点也应该随着年龄增长而调整，否则在年老后可能因为无法保持年轻时的生活水平而感到不幸。有些人年轻时取得了成功或受到周围的赞扬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周围的态度也可能发生变化。如果过于依赖过去的参照点，容易因为现实与期待不符而感到不幸。相反，那些经历过困难生活或保持低参照点的人，对于现在所拥有的，无论多少都会感到满足和幸福。因此，如果希望过上幸福满足的生活，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参照点，并且要成为寻找幸福的高手。幸福的追求者会不断变得更加幸福，这是我要重申的事情。因为幸福是一个极其主观的概念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幸福，那么你就是幸福的，即使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些不幸福的情况，只要本人觉得幸福，那就是真正的幸福。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小小的幸福感，这才是成为幸福追求者的秘诀。那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小小幸福的人，他们就是幸福的高手。比如说，能够在早晨阳光下散步的人会觉得非常幸福和愉悦。今天早餐很美味也会让人感到幸福，或者是便利店店员的一番好意让你感到幸福等等。总是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幸福感的人，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满幸福感。这样的人会得到周围人的好感，经历更多的愉快和幸运。幸福的人会吸引更多的幸福，幸福感也会不断扩大。因此，对于现在觉得不幸福或每天都感到不愉快的人来说，从身边找到小小的幸福感开始，试着改变对事物的看法，将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作者经常接触过许多年长者，他们中有些会不断抱怨自己做不了这个或那的，只剩下这么点事情可以做等等。与其这样计算身边没有的东西，不如接受老去，重视自己还能做的事情。这种心态下的人会看起来更加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